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在上支骑车兜风的影片中，有收到一些网友留言，主要是针对如何在手机上显示 CB350 的引擎转速。在这个影片中，将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示范，希望能帮助到正在观看影片的您。台湾的机车自从实施6期的排放标准开始，所有的机车都要配备与目前汽柴油车相同功能的车上诊断系统，简称 OBD 系统，才可以进行贩售。在台湾贩售的 CB350 都具有 OBD2 的检测功能，于是我们能利用这个 OBD2 的诊断界面来获取车辆的许多资讯，包含检视或消除故障码、显示引擎转速、进气温度、点火角度、油温之类的。CB350 是一台没有引擎转速表的车，若要加装转速表，需要外购相关的改装套件，像是 Daytona 的 Venona， 同时也要进行线路的调整。这次我们使用的工具是 ELM327 蓝牙诊断器和手机上的诊断软体。透过上述的方式呢，我们就能用非常廉价的价格就能获得数位的转速表，同时也能知道油温、进气温度等车辆讯息。我们只要去购物网站搜寻 OBD2 ELM 以及 OBD2 for Honda Motorcycle 6PIN 就能找到相关的产品。ELM327 蓝牙诊断器加上6PIN 的专用线材，价格约是新台币500到1000元左右。接下来我将示范安装过程。我们先下载蓝牙诊断软体，在这边使用的是 iOS 界面。我们先把手机的蓝牙打开，并在 App Store 搜寻 Car Scanner ELM OBD2， 并进行下载。语言的话，在这套软体只有简体中文。那我在这边先使用自动选择，后续可以依照使用需求再进行更改。在使用同意诊断器须知还有软体界面上，可以直接按下同意以及下一步。在软体初始设定上，单位可以改成自己习惯的模式。个人是把速度与距离单位、油耗单位、容量单位以及温度单位改成公制及摄氏度。接下来进行厂牌选择。在这里直接选择 Honda， 在诊断器界面上选择 OBD2， 在油耗设定上，在每公升燃油价格内输入目前的油价，钱币单位可以改成新台币。引擎排量上输入 0.35 公升。但在这个软体会自动四舍五入成400cc。引擎气缸数修改成1，并按下下一步。完成设定后会回到软体的主页面，再次进入软体设置内，点选适配器 OBD2 ELM37， 将连接界面改成蓝牙 Bluetooth， 再点选燃油消耗，在下方的选单中。喷射性能选择每分钟 618cc， 原厂手册每10秒钟的供油量是 103cc。再进入车辆参数内，将油箱单位修改成15公升，并选择显示 GPS 速度。最后再回到软体主页面，选择 My Cars， 按下编辑。即可修改车辆名称及年份。以上就是软体设定的部分。接下来要解说的是硬体的设定内容。我们先打开侧盖，把供油电脑的检测线取出，并移除保护盖，接上专用的6PIN OBD 检测线。这里千万要注意，不要买到4PIN。本田的机车在2021年之后的车种，都一律改成6PIN 的检测线。在检测线的另一端，装上 ELM327 蓝牙诊断器，
这次所购入的诊断器是带有开关的版本。安装完毕后，我们发动引擎，打开检测器的开关，再将手机上的检测软体打开，在主页面内按下下方的连接键。一次使用软体会显示无蓝牙装置，需要进行蓝牙配对，按下允许使用蓝牙，再选择已配对的蓝牙诊断器，软体就会与诊断器进行连线。到软体主页面，下方 ELN 以及 ECU 都显示连线后，就完成了连线作业。在主页面上选择左上角的仪表板，就会出现预设的显示界面，包含引擎转速、GPS 速度以及电压等资讯。个人是觉得诊断器与软体的通讯速度还算快，转速表的反应速度也蛮及时的。经过实测 ，CB350冷启动时，引擎转速约在1700转，约怠速2分钟后，转速会降到950到1000转左右。此时引擎就达到了工作状态。因为 CB350的仪表已经包含了电压，因此可以将电压的显示窗格修改成其他的资讯。在这里是修改成引擎油温，当然也可以修改成其他的显示资讯，像是进气温度、引擎扭力、输出百分比等。由于这个检测软体最主要是针对汽车，软体有很多参数并没有针对机车进行优化，但用来观察基本的资讯是非常够用的。整体来说，这套系统是个还蛮好玩的东西，能用廉价的方法得到仪表板外的行车资讯。以上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